本科毕业的韩胜利，毕业后逛遍了招聘会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老爸卖粮卖牛，花了上万元供他上学，谁曾想出来是这个样子？他有些心灰意冷。现在管他什么导购、服务员、保安，只要有人肯要他，他都可以干。时间回到2006年的西安，老韩父子俩推着自行车在破旧的巷子里穿行。胜利和老爸说起在学校的花费，除了学费，他还要交700多的书本费。老韩有点心疼钱，劝儿子少买点不必要的资料。回到出租屋内，老韩掏出了从家里带来的苹果，这是妻子硬塞给他的，家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带给儿子的。老韩问起儿子的学习情况，听说儿子英语4级还没过，劝儿子要更加努力学习，还再三叮嘱儿子学好普通话和英语，不要沉迷上网。这一年，网游市场风起云涌，像病毒一般在青少年中间蔓延开来。报纸上频频报道年轻人深受网络毒害的新闻，在很多家长眼中，网络就是洪水猛兽。胜利听着父亲的教导，乖乖地应允了。1981年出生的韩胜利，2002年考上了西安石油学院的通讯专业，录取通知书让这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喜忧参半。通知书上1年的花费要6000块，想到巨额的花销，胜利想放弃读书去外面打工，最终被老韩拦住了。他把家里的牛和粮食都卖了，换了3000多，然后跟着儿子来到了西安，专门在工地上打工供儿子上学。老韩平时在工地里，儿子1个月来拿1次生活费，挣到了钱还好说，挣不到钱的时候，老韩只能找工友借钱给儿子。眼瞅着儿子要交学费了，老韩刚从家里过来，还没挣多少钱。晚上，老韩打电话给儿子，让儿子多等几天。回去后，老韩只能厚着脸皮找工友们挨个借钱，希望工友能先借他30块钱。工友们一天借钱，多少都有点戒备，一个个躲在被窝里假装睡觉。老韩只能在旁边尴尬地站着。没借到钱，老韩只能去大街上碰运气。这个工人初来乍到，看到陌生人上来借钱，有点错愕，说自己刚来也没赚到钱，婉言拒绝了老韩。老韩有个记账本，上面写满了自己借过的钱，从30-50块到上百，还了钱就划掉。就这样借还，勉强把儿子送到了大学。钱没有借到，老韩决定改变一下借钱方式。这次他先打听下工友最近干了什么活，估摸着对方手上有点钱，这才开口给娃借钱。生活费关键是给我挣到钱，看你有的钱就能挣到钱，给我20-30块钱就行。我搞去凑，简单能凑个也100多的。这方法果然奏效了，工友从口袋里摸出了仅有的20块钱。老韩拿了10块钱，剩下的10块留给工友吃饭。老韩数着借来的钱，希望儿子好好学习，将来不要像他一样在工地打工受苦。中午，老韩父子俩在饭馆里吃着2块钱一碗的面条。老韩边吃面条边计算着儿子1个月的花销，他自己每月最多用个150块，儿子200块也差不多了。吃完饭，老韩把昨晚借来的220块给了儿子，儿子拿了200，剩下的20块留给了老韩。老韩摸着手里的钱，担心儿子不够用。上过初中的老韩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，他有个巴掌大的笔记本，本子里记满了他对生活的希望和对儿子的期盼。借钱去付出去，是为了明天去回报；如果不是为了明天去回报，也不可能借钱去付出去。这是一个道理。生灵儿，你每天平均都在20-30元去付出去。精打细算的老韩跟儿子算了一笔账，每年学费4000多，住宿费800，加上书费，1年下来也有个7000多块钱。除去365天，平均下来1天也要花20-30元，数额不大，却无比沉重地压在了儿子身上。他听着父亲的话，沉默不语。学校里，同学们都成群结伴，唯有胜利独来独往。他孤零零地来到食堂，打了2道素菜，1碗免费的清汤吃了起来。他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得死死的，早餐1块，中午2块，晚上2块，2-3天才吃得上1顿荤菜，赶上伙食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胜利瞒着父亲在学校捡瓶子。他无视周围人的目光，在垃圾桶里翻翻找找。当别的男生在球场上尽情享受青春时，胜利只能远远地待在一边，蹲守着他们喝剩的瓶子。年轻人的自尊心在贫穷面前一文不值。想不想以后留到城市里？想。城市就比农村好多了嘛，条件也比较好，交通啊什么文化都比农村好。那你想你以后能留到这儿？我想
差不多吧。他想留在城市，他要留在城市。为了留下来，他必须扛起生活的重担。他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不用给他的。这条裤子还是爸爸的工友给的，这个表是他的表弟给的。有个和胜利关系比较好的同学，看胜利没钱买衣服，给了他好几件衣服。胜利捡了一袋子的瓶子，算下来能卖5块多，加上10个啤酒瓶能卖2块钱，算下来也能解决1天的伙食费了。他捡垃圾的事，班里同学也知道。有些人喝完水后还会主动把瓶子给他。胜利宿舍里6个人，有3台电脑、5部手机，而他什么都没有。宿舍里的公用电话成了他的专属。考试在即，胜利独自在宿舍舍不得开灯，借着天黑前的自然光背起了单词。胜利忙着记单词，老韩也闲不下来。他平时没事就喜欢翻看自己的小本本。有初中学历的他，不同于其他的农民工，他喜欢写日记、春联。工友都在打牌，他读着自己在本子上写的春联。智慧能开多彩花，劳动才解幸福过。脑里我给写的是自强其力，在家创业捏成就，吃煤求财财到手。看这个结合实际不？那叫实际不？上边我想写个感谢上级。文字里闪烁着一丝理想的光辉，他骄傲地读着，渴望着工友的肯定，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。忙着玩牌的工友只是敷衍地回复了他。忠厚老实的老韩虽然生活窘困，但始终乐观向上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这些沉甸甸的希望，最终都压在了即将毕业的儿子身上。胜利打印了厚厚的简历，满怀期待地来到了人山人海的人才市场，看了几家公司的招聘需求后，都没有对口的工作。零星的几家招聘通信专业的，还是偏向招计算机专业的，胜利茫然了。性格内向的他，在招聘会上转了2个小时，也没有说一句话，最后拿着简历失落地离开了。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，车水马龙的大街上，胜利卖力地蹬着自行车，可他一个骑自行车的，又怎么赶得上开汽车的呢？毕业在即，胜利跑遍了所有的招聘会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。胜利的要求也不高，能给个500-600够吃就行了。实在找不着，给300块或者不给钱也能跟着干。室友在宿舍玩着游戏，胜利忧心忡忡。父亲还在工地上卖力地挥着锄头。找不到工作的话，他只能继续依靠父亲。残酷的现实让他眼里写满了疲惫。他甚至想起了导购、服务员、保安，只要有人愿意要他，他都可以干。什么导购啊？什么服务员了，什么保安了，只要人家要你，就是你要干这些，你爸能接受了？接受不了他也得接受，他也必须面对一下现实啊。因为现实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找不到工作嘛，你要生活。胜利后来在青海的一个县城找了个在野外铺光缆的工作。老韩在工地上搬砖，多的时候1个月也能赚个700-800。他总盼望着儿子毕业后能像燕子一样腾空而飞。现在儿子还不如自己。作为一个大学生，收入都没有我普普通通在西安就是打工强。我的打工也以前能挣40-50块钱，他以前打工他都平均30块钱，1月就是900啊，他这是800多元，你看情况不好。听到儿子1个月才600，他开始怀疑读书无用，但他只能鼓励儿子踏踏实实的工作。工作的事暂且不说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胜利连对象也没有。且不说结婚要花钱，他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自卑跟着贫穷从骨子里蔓延开来，很难招女孩主动搭讪。家里给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在小学教书。说起这个素未谋面的相亲对象，胜利还有点羞涩。老韩有个愿望，希望在他60岁的时候，全家可以去北京好好玩几天。但现在他只能继续在工地上做一些零零散散的苦力活。本以为儿子毕业后就能松口气，现在还有2万的账没还清，他还得陪着儿子干下去。老韩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写着自己的身份信息，防止有一天自己发生意外。西宁的小县城里，胜利住在一间简陋的单人房里。他算了一笔账，光读书就花了家里近10万。按照现在的工资，这笔钱要花15到20年才能挣来。以前都说通信专业好，工资高，1个月5-6千不在话下。毕业后行业人才饱和，他只能去偏远地方干起了装宽带的苦活。工作3年后，他回到了西安，找了一份月薪1500的工作。而只有初中学历的妹妹韩明丽在深圳打工，月收入已经有了3000到4000。2007年，李君虎导演的纪录片《父亲》在法国上映。2005年年初，
李俊虎在一群农民工中注意到了韩培印，他不同于其他躲避镜头的农民工，笑呵呵地对着镜头说他有个考上了大学的儿子，他打工就是为了儿子，言语中透露着自豪。就这样，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的故事被导演挖掘了出来。纪录片中父子俩悲剧式的结尾，也让我们不得不去反思：读书真的有用吗？作为应试教育的受益者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，读书有用。但问题在于，读书是一种长线的投资，而且更多的是观念的转变，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巨额回报。但老韩两口子迫切地希望看到儿子变现，他们衡量读书有用的唯一标准就是能不能赚钱。而老韩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，也无时无刻在提醒儿子：我们家有多穷，我为你花了多少钱。于是，在这种压力下，胜利放弃了社交，只能通过努力读书和捡瓶子来缓解家庭压力。殊不知，在大学，如何与人打交道也是门必修课，而且他可以去找一些回报率更高的兼职去做。老韩砸锅卖铁供娃读书，感人肺腑；胜利自强不息，勤工俭学，值得赞扬。当下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，问题的本质又回归到了穷。比物质上落后于人更可怕的是，贫穷带来的思维的局限和见识的狭隘。贫穷让胜利在选择专业时，更多的是考量专业的就业率，而不是自己的特长和热爱。信息的闭塞让胜利择业时走向了西北，而不是经济更发达的沿海地区。对于韩父来说，他只看到了网络的弊端，却不知道通信专业离不开互联网。他只看到了儿子月薪600，却无视西宁和深圳2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差距。而很多时候，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。而普通人的眼界让他们早早地输在了选择上，穷人也没有资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。关于胜利的现状，我查了很久，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说，一个名为罗马假日的吧友在2015年爆料，胜利现在发达了，是项目经理，过得还不错。但他并不愿意提起纪录片的事情，似乎想要抹掉这段回忆。至于真假，也无从验证了。不过我看了下，这位吧友也是住在西安的，还是比较可信的。而且我还是愿意相信这个比较皆大欢喜的结局。读书在10年后终见成效，虽然过去落后于人，走了很多弯路，但胜利终究还是凭自身的努力缩小了差距。这是一部家长和孩子都应该看的纪录片。不要指望着读书逆天改命，也不要因为看到不读书也能发家致富，就鼓吹读书无用。我们看不到别人成功背后的天时地利，唯一能复制的也只有努力。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，但仍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逆流而上，避免后辈们重蹈覆辙。胜利我儿日记你上了大学，那个大学不是什么好的大学，可你考上了。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，学校不在好坏，而是在自己的努力。好好学习，前途是光明的。